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交易之刃从数据出发，到交易中去，打造你美股交易的利刃。我们呢，这礼拜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数据和行情。上礼拜啊，我们刚刚分析了，就是市场上准备一个闪崩行情，那么意味着市场中我们看到了深度、宽度，还有市场资金流出和市场上一些扎堆的行情。那么市场并没有最后走出一个所谓闪崩行情，而是走出了排空和大涨的这个行情，与我们的判断呈现180度的不同。那么到底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么我将从数据和一些信息的分析方面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就是因为沙特的一个资金做空，然后被华尔街又盯上了给他们打爆了，还是说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一个新的牛市的开始，还是纯粹的一个咱们说的牛市陷阱？那么今天呢，我将从多个方面跟大家进行解读和分析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呢比较晚，主要是因为我们积攒了或者说去看了很多的方面的数据和这个回测。那么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对您分析有点帮助，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谢谢。我们开始。好，我们的老规矩，这礼拜我们可以看到热力图走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情。大家注意，就是大家可以看这种传统保守板块，不管是 XLU 板块的，对吧？这是 XO 板块的。那么我们再看到就是这些 XLP 板块的，还有消费类的，都是比较差。那么这跟我们上星期分析了消费者信心指数也非常看空的一个数据是有关。那么这也体现出来市场出现了一个资金的非常明确的资金偏好。那么这个资金偏好是什么呢？这个资金偏好就是一个对于科技股的一个扎堆行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大科技、半导体，那么还有一些银行，在这段时间是有着非常强烈的上涨。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常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散户的一个 sentiment 也是这么一个情绪。我们会发现散户的情绪在这周比上一周竟然变得更加悲观了虽然看熊的人变少了，但是看牛的人是大大降低了。而且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5月17号的这么一个 survey。 我相信在经历了今天19号昨天18号还有17号18号这2根大阳之后，那么这个数据会发生一个变化。那么是不是就会出现逆转呢？仍然不是。而且我们看到的话，基金经理的持仓，他们的 survey 这个仓位也是一个降低的。那么意味着市场上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下，它是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为什么？因为市场并没有走到一个非常贪婪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状态中可以看到，其实对市场有犹豫，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宏观的市场环境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而且出现的大量的数据确实就是不利多，但市场就是市场，市场选择向上，那么就会让更多的人产生一个 FOMO 的情绪。好，我们再从牛熊两方面跟大家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数据数据的话，这个 weekly flow 是又有25个 billion 进入了 money market， 也就是 cash， 然后呢又有 5.6 个 billion 买入了 bond， 然后呢 0.4 个 billion 流出了黄金， 7.7 个 billion 流出股票。那这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行情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段行情是债也是跌的，对吧？然后呢股是大涨的，那很怪，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资金流出是一个非常多的，而且这几周全都是流出，只不过这个星期的数据它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流出。好，那我们再来从牛熊两个方面进行一个分析。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AI 的 sentiment 更低。大家注意，虽然是一个散户的一个survey， 但是大家看到了华尔街上的这些基金经理，他们的表现或者说金融行为与散户或者说与我们平常的投资者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你的基金经理会受到你的客户的制约，也会受到客户的质疑。那么股票回购全面启动那么可以看到大科技轮番上阵支撑市场情绪出现回暖。那么我们说上礼拜我们说市场上唯一一种解决当下市场所有困难的方法，就是出现个股的一个轮动，或者说精彩纷呈的
情绪行情。那么这个里头确实是出现类似的一个行情，但是后面还有隐忧，我会在后面的技术和数据分析上再跟大家具体的讲述。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题材，包括我们一开始看到的人工智能是这条主线，那么从人工智能所起来的这些软件到云服务，到现在我们也看到的是关于数据中心相关的业务中，那么这些公司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上涨那么他们出现了资金的一个扎堆行情那么资金扎堆行情在美股中出现次数多吗？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么我们所能看到上一次我所经历的时间，那只有这个2015年这一次是资金扎堆的这么一个行情。然而我们在 A 股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在一个资金的弱势市场中，其实是非常常见，就所谓的扎堆行情，就是大家都集中去买一些强势的白马股，而这些股票它们往往会带来超高的收益，而剩下的那些可能就都趴在地上不动，或者表现非常差。好，那么我们说上周我们判断的一个点是长期的投资者并没有入场，那么这一周的这两个拉升和整个的平台的突破其实是有长线投资者入场的，尤其是一会儿我们会分享的关于就是 mutual fund 也就是互惠基金有大量的资金进场，我还会分享一些华尔街投行的研报中讲到的关于在这个 trading floor 就是这个交易场上大的这个交易员他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好，那么回到熊市或者说回到偏熊的状态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资金扎堆行情，既可以在牛也可以在熊中表示。那么资金扎堆行情中一定是个弱势行情，它不是强势行情。比如说，那就会有人说了，都涨成这样了，难道叫弱势行情吗？就是说市场上的上涨是由于很多资金叫集中于某一个赛道，而这个赛道它所影响指数是非常多的，也就是科技这个赛道向上猛冲向上猛冲。那么第二点，我们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衰退没有被任何计价，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的估值是更高了。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去拿长期的指数的估值跟平均比，那现在的估值是非常高的。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以前的估值，我们2008年左右的时候，或者说08年以前，金融股和这个能源股，他们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他们的估值往往是偏低的，他们的 PE 都是个位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淘汰环境是比较慢的，就你很难去淘汰一个什么雪佛龙或者是美孚这样的公司，或者是淘汰美国银行或者摩根大通，他们的变化是非常慢的。而科技公司不同，科技公司它首先淘汰率非常高，但是一旦成长起来的公司，它的成长量和成长速度一直都会非常快，不管这个公司它多大，这个公司最终都会是一个拥有相对高估值的。也就是苹果的估值很少能回到 PE 个位数，但是你去看一个银行的估值，它很难，就是一个银行的估值可以做到一个20-30，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由科技股为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它偏高也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正常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任何的衰退在这里面没有做任何的计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从宏观分析上来看，你永远都会看得非常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宏观为主的交易员，那么今年的话那就是很难受，因为你会发现它有你的怎么看数据宏观经济政策全都偏空，因为尤其是宏观政策影响非常大。大家要知道，我们当下市场中最影响我们市场上涨跌的其实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或者是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其实对于你的分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大水漫灌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偏多的行情。那么这个行情怎么做？个股板块轮动都可以，但是在现在抽水的环境中，你会受到很多的一个限制。好，那么这就是如果你作为宏观分析者来说，今年非常困难的一点，因为这个逻辑和这个行情被我们的扎堆行情所影响了。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现在说到的是 CTA 的买入量在衰竭只是买的少了，而我们之前2到3周其实都在预期什么？预期说这个买量或者说这个购买量应该变成一个卖出的量，然而这个并没有发生，他们仍然持续的在买入，而买入的量只是非常少而已。
买入量变得非常少了，所以这个说明这个策略现在来说对我们市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比较低的。好，那么第3点是我们市场宽度一直都很低，一会儿我们会从市场宽度的角度再跟大家说，就是当下的市场宽度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正向的变化，而是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这也给我们一直拉的一个警报。好，那么我们说后面还有就是什么债务违约，它是大概率或者 99.999% 都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一旦出现的话，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消费信心的偏弱，我们出来的经济数据每一个好像都不是非常好。那么2保金超配需要卖出那么市场上大量资金进入 money market， 银行波动率上涨。所以我们在列举了这些这么多的一个涨跌的理由的时候，那么我其实如果是会讲故事，我应该说我们今天题目不应该讲这个，我们今天题目应该讲的是沙特或者说什么中东有钱人被华尔街打爆的故事对吧？那多有意思，中东有钱人被打爆的故事。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沙特也好，阿联酋也好，或者说这些中东的，他们确实很有钱，有主权基金，有一些私募基金都在这里面，但它只是我们说 hedge fund 或者说一个国家基金中的一部分。我们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在看数据的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些都加在一起去看，那么这个市场中它的资金的一个变化，而不是说你哪怕是个百十来亿10几亿、20几亿的资金，不是说你在那一做空，大家都看到之后就过去打爆你。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它不可以用它去指导我们未来对市场的看法与交易。所以我们综合下来看，就是还是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第一，风险是否解除？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所面对的风险，在暂时是没有任何解除，就是根本上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市场的走势却一直是走得比较强。为什么？因为资金全部扎堆去了科技股，而科技股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大家注意，微软和苹果2家公司就占了15%的比重。那么这在历史中几乎是最大的，而且这几家大科技他们已经占了市值的已经半壁江山那么可以说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是什么？市场是到底是在这个地方是个牛市的开启，还是进入了 FOMO 的行情？我们再从几个角度看。那么首先我们说科技股的流入是历史几乎最大。我们上个礼拜我要说失误有一个是，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了3个宾令的流出，其实里面还包括什么2个宾令对于科技股的流入，也就是市场上资金是选择流入科技股，而是流出其他的股票。那么很多的 mutual fund， 那么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巨大的这种压力，而这个巨大的压力所带来的是对这些基金经理的一个终极考验。所以我们知道基金经理的压力来自哪里？基金经理的压力其实来自于我们所有的用户或者是客户。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基金经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呢？就是因为当你买了一个互惠基金，或者是你买了一个指数基金或者什么基金，你要去跟我们的指数和跟我们的很多大的科技比，包括微软涨了这么多， Google 也涨了，也开始涨这么多，那么你看到你的基金没有涨这么多的话，你会对他们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很多的基金经理，尤其是 mutual fund， 他们被迫调入大量的现金进场去追大型科技股，做这个扎堆的行情。那么这也是大型科技股在后面会更强的一个原因。所以这2条加在一起，就说明市场上其实有资金，且资金去集中到了某一个赛道。那么另外一侧的话，我们说很多的对冲基金，他们的空头仓位在这段时间，包括你说的什么中东的呀，或者说海外的呀，都可以。这些做空的仓位被暴露之后，被这些强势的冲进科技股的基金之后打爆，那么出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上涨行情。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到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对后来的一个市场走势该如何去判断呢？我们这里到底是一个做多，还是在这里一个谨慎，还是在这里布空呢？我们来具体的要看一看，再来分析一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市场上，我说是个神级打脸。什么叫神级打脸？就是我在这个系统中我在这里面是日线级别的。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个
突破，这里是左边标普的一个突破突破今天是一个什么呢？4-5日，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了一个修整今天也不是今天不是4-5，今天是一个3-5。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科技板块，在前天我特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里有一个卖出，要小心要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过热了，因为它这不是跟 K 线相关的，跟价格没关系它只是市场情绪。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一般来说这个8-9不离十8-9不离十，不会差太多。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马上就市场进行了一个打脸出了一个大阳线喷出去。那我们结合当下的一个判法，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突破行情，突破就是突破。那么你的止损如果是做突破，这个里止损其实就在一个416附近对标普。那么向上的话，我们一会儿来分析纳斯达克的日线。那么我们就会面对一个什么资金的扎堆，我们到底是这个地方跟资金一块进去追高，还是我们耐心等回撤买入，还是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上看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儿，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好，我们先来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这个地方，纳斯达克100，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认为我首先来看纳斯达克这个地方，我认为在这儿是一个绝不可以追高的位置当然我的理解还能再上，还可以 squeeze 再多一点还可以 squeeze 再多一点。但是这个位置上虽然没出现标准的这种顶部的这个结构，但是这个位置上是严重的一个超买。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绿色带超过绿色带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大家看这次是超过绿色带了，它不是说，而且不是第一根，这是2根超过。大家看这是第2根超过了以后，这是有一小的回调，那也不是很小了，12800到11600，这个是有一个小的10%的左右的一个回调。那么上次大家看碰到绿色带冲到顶了以后，大家看碰到一个回调之后再拉上来，它是有了一个差不多1-2周的时间那么这里也是碰到绿色带之后，这个是冒出来了，大家看这里冒出来之后回调再冒出来，这里形成顶部。那么我们看，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牛市来看待的话，那么我们每一次冲到绿色带上，或多或少从统计上来看是对多头不利。好，那我们再来看，你看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暴涨行情？尤其是在这种，你看这20年的时候，这不是有一个暴冲行情吗？对吧？这是有个暴冲行情，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当市场上有很多的做空的呀，包括我们说 gamma squeeze， 就是你很多那个 put 包括你卖 call 的呀，都会随着你这个叫什么，就是挤压做市商的这么一个行情。有可能这个，但是挤出来之后，大别忘了这里就暴涨必跌回，就是一定会拉回一个大的一定会拉回一个大的。那么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挤压完做市商之后，你相当于一个大火箭喷出去了以后就没劲儿了那么上2次大家看，每一次冒出来之后都会带有一定的回调这是一个什么呢？这不能说叫，这是一个对空头，咱统计上来说对空头不利我非常理解，肯定会有人说，只要我们不投降还看空，就一定还要涨，这是事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咱们从统计上来说，任何冒了泡了，大家看这不是冒了泡吗？任何这儿冒了泡的地儿，对吧？这是冒了泡，但是可以冒好多天冒很多天，只要冒出去了，就是对我们的多头是不利的有的是最好的一个回调大家看就是碰到了以后下来，碰到了一个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就碰到下来，但是冒了泡就还能再冒，还可以冒得很大，对吧？那么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但是冒得很大，后面就会有一个，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andemic 之前这是什么？它就是一直冒着向上走，然后就是个非常大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牛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里是不是大牛市呢？我不知道，但是从趋势上来看，这里是一个强势的趋势，对吧？我们看到这是强势的趋势这面是一个底部，然后呢拉起来之后的回拉之后向上，又形成了一个网口的一个突破，这里就是一个强势的趋势，但是这个地方形成的是一个阻力。所以我们先说总结纳斯达克100的指数来说是强势趋势，但是这个位置上风险是大于收益的。如果你硬要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要设好止损。那么我们再看标普500，标普500的这个位置上是没有达到一个完全阻力，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它会有一个，你要如果做的话，这里面的416几、4170左右，差不多就是大约2块钱啊，先2块钱、2块钱到3块钱，也就是咱们说的差不多20到30个点的 SPX 啊，可以用来作为1%以内的这么一个小的止损。它如果一旦形成假突破，我们再以空头的方式进行思考。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它在上面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是标普。那么这跟我们资金扎堆行情有一点不同，也就是资金扎堆行情，资金现在明显你看到它是在扎堆，大家都在这个赛道上挤。那么赛道上挤的话，我们就要判断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squeeze 涨得特别凶。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行情出现了以后，往往是风险是非常大的啊，往往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咱们可以把时间往回再拉到拉个10来年，对吧？我们往回拉到之前出现的这些年份啊，这个冒出去可以冒很多，但是呢，大家看冒出来之后，往往都不是太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这是一个标普和纳斯达克我们的这么一个分析。好，我们来看，就比如说你看半导体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头肩底，对吧？也是超大的头肩底。那么超大的这么一个头肩底形成了一个这种底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突破，很好。但其实你看半导体这个地方涨太多了，而涨得非常快，它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冒出去了啊，对吧？那我们统计上来看，冒出去是不是对多头就会有点不利呢？事实也是，就是说你冒出去了，对多头就是会有点不利，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克制一下克制。我虽然说这个克制知道大家很难，但是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在这个地方慌。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今年就是我那些学区房的一些布局。那我跟大家布局了几个学区房。我们说在年初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是赛道之王是 AMD 嘛，这是赛道之王。这个赛道是指到了我们除了人工智能这个赛道，还有电动车赛道，它都有涉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形成我看到的是一个100块钱的这个阻力位，在这儿形成了一个突破。那么我跟上次大家分享就没有到我加仓的77这个位置，就出了一个消息就拉上去了。那么这个位置上对于我来说，我在上周3的时候我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是一个我要开始进行给学区房出租的这么一个过程，卖一点 cover call 然后我跟大家对于税务的问题，我们有时间可以做课程再分享，因为也不能下很多 put， 因为下 put 我对税务的这个时间长可能有点破坏。我现在持有的时间应该是，我看上次是在这个位置，在80不到70多吧，这儿这个7、80，然后呢是去年的一个7、8月，那我现在的时间还没到1年，我就准备再坚持那么我可能会下一些关于 QQ 或者 SMH 的这个期权来做一个保护，或者是卖出特别靠外和时间比较长的，来保证我差不多这是1年多了。多说两句，就是恰恰跟大家相反，我反而养老金是做很多的频繁的日内或者是短期的一些操作，然后对于现金账户我反而是长期多，是做这个税务的这么一个规划。所以差不多上次开的仓这里有一波是大约是80多，然后后面向下又加了，不断加60多又加了，然后做过一个领口把成本降低到68还是70左右了。那现在的话是一水上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这学区房我会下一些保险，然后我也打算就卖出租吧，出租我的学区房。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另外一个学区房我自己也非常看好的就是这个微软这个地方涨得太多了，这个确实涨得太多了。所以我们再回这个，我给大家看微软。如果是看微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在微软这个位置上呢，也选择的是一个卖学区房，这个出租学区房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这个还看不是特别清楚，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周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周线的一个表现就更明显了。周线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阳线也顶到这个绿色带上，当然还可以再冒了，但是一般来说在周线上就是冒的比较厉害，当然还可以再涨一些，但是对于我来说性价比就非常低了，所以这个位置上我也对微软也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布局或者处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看上次
之前买的应该还没有到，就是之前我们熊市的布局，投资学区房的这个布局还没有到1年，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也会选择的，比如说一个 QQQ 的一个保险来做一个保护，以不至于说这样的话就会破坏我的税务的这个一个构造。所以我这2个学区房现在的话，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2个学区房的，或者说强势股的或者 AI 赛道上的这么一个分析。那我们下面来看看英伟达的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这个地方，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里面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多重的标准的一个顶部结构。那么在这个地方，趋势依旧向上，大家注意，趋势依旧向上的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很显然啊，判断市场上走势跟我的判断，也就是我的观察，在这个地方是顶部的一个结构。那么我在这儿下了一些非常小仓的，大约是我看7月的一个小仓的240的一个 put， 就是看到紫丝带的这个位置。那么明显这个操作这里是被打掉啊，或者说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吧。就是很多朋友在问说期权的操作要不要止损，其实在我这里面期权操作都不止损，不是因为我没有风控的意识，而是在我操作的过程中，我一般控制在 0.5% 到 1% 的这么一个仓位啊。那么这是我期权，因为期权本来止损就比较困难。还有呢，就是我们左侧的交易呢，主要是做的是期权的一个定价，就是如果我要是猜对了，它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过程中，它会出现比如 VIX 上涨一样，它的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也在增加。那么这样的话是出现一个有点像双涨，就是它 delta 是向下，你的买 put 肯定是增加的，对吧？那么你的这个 vega 也就是它的这个期权隐含波动率会增加。所以对于期权的操作来说，左侧的交易其实是很有玩头的，但是前提的话，你绝对不可以大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地方一旦错了，因为趋势是向上的，那么你的损失就会比较大啊。所以仓位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多朋友说这是赌博呀或什么的，交易嘛，不可能不是赌博，每个交易其实都是概率游戏。概率游戏的前提就是有没有认，就是你的 edge。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收益还可以，期待收益也不错，那么只要你的这个操作坚持下来，是一个叫正 EV 啊，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期望收益时候啊，期望收益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整个操作啊，长期以往是很难亏的。好，所以说这就是我跟大家说风控，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仓位是左侧是布一个期权，等到右侧的时候，那好右侧的操作。那么这个位置上啊，从大的级别上来说 ，A、B、C 这个地方，这个 C 是比 A 要大，而且这就是一个什么明显的一个主升浪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说我们要看的话是后面的话，这仍然是趋势仍然是向上，还没有改变。好，那我们说完了这几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比如说特斯拉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强势的。那么我们还是说特斯拉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下市场特斯拉的这个走势啊，还是我之前说的那样，就是我对它进行了一个在下面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个靠，拉上来以后呢，就下面做 put， 做了一个双开那么也是9月以后的，主要是做的还是期权定价。那么这个期权定价的话，就看它上面能不能对这个上面的一个趋势进行一个突破。那么如果一旦突破上去之后，那来到200以上，那么整个这个靠的仓位就应该是翻倍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 put 的仓位大约跌40-50%，那整个这个仓位的话，你的这个盈利就在40-50%。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这么一个交易。那么如果灌破的话呢，那有灌破的玩法，主要在9月份。我下的是差不多上面是当时是170不到，下的是210，差不多40块钱，向下是130，就上下各40的这么一个操作。好，那么特斯拉的话，这个位置上也比较难判断所以我才会等它新的趋势出来。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去看了我们这一周的基本面分析，做的是 TMO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盘整区间了。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做基本面分析，去找一些公司，做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分析，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流量方面呢是比较一般，因为大家不爱看
大家喜欢看讲故事啊，讲沙特空头如何被美联储，或者说沙特空头如何被华尔街暴锤的这样的故事，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必须想强调的是，我们做这个事情，除了商业利益以外，商业利益我们说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每一期我的视频有5-6千的流量的话，那差不多我能挣30块钱啊，那就是所谓的商业利益了。除了商业利益以外，还有就是说你在这个事情上的专业性。我希望的话就是我们的付出，尤其是比较专业性的这种分析，能对你的投资，哪怕只有1000人看，哪怕只有2000人看，我能对大家呢起到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粉丝人数虽不多，但是你们跟很多外面的粉丝还是不同，因为来看我的分析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没有什么故事性，娱乐性极差啊。同时呢也没法给你去猜涨跌这么有意思，或者说回去讲神准预测，这些可能都不是大多数投资者喜欢看的内容。但是你们呢在这里坚持，而且呢也能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啊，我是非常的感激。而且我相信市场上总会有这样的和不那样的声音，我们总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商业上的利益可能是非常次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视频流量、广告费，或者是卖一些产品。而实质上对于我来说，这5年来坚持去做这样的视频，每1-2年都可以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以交易为生的朋友加入我们啊，一起来在市场中打拼。包括像今天啊，昨天睡得比较早，我没有做很好的功课，但是啊，我们群里小伙伴点出了今天的这个期权的位置，我就可以把后背交给他们。包括我对于很多的生物医疗股，我非常不了解，然后呢，我们有生物医药方面的小伙伴，你就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平时有很多的操作，光靠一个人，不光孤单寂寞，而且压力非常大。而如果能有一些比如说你交易为生，或者说对我们这种分析方法有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在市场中打拼，努力进步。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别忘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 Discord 的链接就在我们的视频描述栏。我们下周再见，拜拜。